龟兹国虽是信受佛法的国度，但人民多崇信二圣法。当地颇受人们尊敬与爱戴的一位法师木叉菊多，推崇俱舍论等二圣论点，贬义毁谤大圣根本论与伽师地论为邪论。玄奘大师在中国时，曾与道月法师深细谈论过俱舍论，对这部二圣论非常熟悉。于是玄奘大师就举俱舍论中的义理问木叉菊多，木叉菊多一开口便错。木叉菊多对于玄奘大师所问俱舍论中的义理虽未能回答，却仍不服气，便请玄奘大师继续问。玄奘大师想摄受木叉菊多归敬大圣，于是再举问多处，木叉菊多完全无法回应。玄奘大师又举了论中的一处法义问他，木叉菊多竟然说：俱舍论中没有这段话。这时旁边有一位智月法师当场说：我记得俱舍论中有这段文字。这位智月法师是国王的叔父，于是找出了俱舍论，指出那段文字给大家看。木叉菊多尴尬地说：我年纪大了，我忘失了。玄奘大师再举问其他二圣论点的义理，木叉菊多一样都回答不出来。当时因灵山积雪封路，无法西行，在龟兹停留了2个多月，玄奘大师便每天来找木叉菊多论法。后来木叉菊多不再傲慢，都是站着或随侧于旁，态度极为恭敬。他总是对人说：这位大唐法师如果到了印度，恐怕当地同年龄的法师也都应付不了他。玄奘大师向来不喜欢主张大圣非佛说的人，他知道即使以研究佛法为名，其所造的业还是第一业，所以公开地呵斥木叉菊多，想令他悔悟，以免未来要受重报。学佛人应该要知道，玄奘大师所亲证的是如来藏，它是一切有情及万法的根源。如来所宣说的三圣菩提，都是以如来藏为根本，因此大圣正是佛说。等到灵山的冰雪融化后，玄奘大师一行人继续启程。翻越葱岭时，高山峻岭，恶寒冷酷，一行人冻死了10只3死，牛马动物更是死伤甚多。旅程之困难艰险，实在难以想象。此时的玄奘大师可是历经了千辛万苦，才安全地越过葱岭，抵达西突厥国。当时叶护可汗国王是非常礼敬玄奘大师，后来更派了4位护送玄奘大师前往印度。有了西突厥王的书信为凭，一路上历经了西域各国，便不再有政治上的障碍了。玄奘大师一行人继续西行，途中经过了萨莫建国。萨莫建国是一个奉祀火神的国家，这地方本来有2座佛法寺院，后来因为拜火教兴盛，寺院就没落了。玄奘大师在此以智慧善巧方便
讲述佛法。国王因此对佛法升起了正信，而求受斋戒。玄奘大师停留沙漠建国期间，随行的沙弥到了废弃的寺院礼拜，却被当地的民众以火把追赶。国王知道了以后非常震怒，下令要斩断追赶者的手臂。玄奘大师便去求情。当地的民众非常好奇国王的转变，频频询问佛法。玄奘大师便开设佛法庙里，并渡人到寺院出家，佛法文化便在这个国家浴火重生了。玄奘大师离开萨摩建国，在穿越大雪山的过程中险象环生，气候的恶劣远远超过当初越过的葱岭。就这样，一路上经过无数的艰辛，终于来到了稷宾国。玄奘大师来到稷宾国，国王率领群臣以及僧众迎接，把他奉为上宾。稷宾国里有位僧琛法师远近驰名，玄奘大师就向僧琛法师咨问佛法义理，并劝请僧琛法师应该要公开宣言妙法。僧琛法师爱惜人才，便不顾自身已经将近70岁的年纪，早中晚30开演妙法，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。玄奘大师又每能叩问其中幽隐意旨，僧琛法师更是欢喜赞扬玄奘大师的智慧，如同吴卓和世亲大师一样不可思议。在到达那烂陀寺之前，玄奘大师沿途寻访许多的法师，不论是大圣或二圣的佛法，只要是能显明义理的法师，他都一一参访就学。旅途中，玄奘大师接触了护法大师所写的《广百论释》，主要是阐释提婆大师所著的400论中的100论，也就是中国所传的百论的真正义理。中国当时的三论中，严重误会了百论所说的空义。玄奘大师很清楚知道，般若经所说的空义，就是指真心如来藏的空性和真如性。如今护法菩萨以第三转法轮的义理来阐释提婆菩萨真正的意旨，也是替玄奘大师做了证明。如来第二转法轮的般若经也离不开第三转法轮的八事正义。在提婆大师的百论说明了二圣人证得涅槃是如来的方便说，二圣人实质上并没有真实证得涅槃，因为二圣人的身心都是无常生灭。若说涅槃应当归属于谁，也就是说，当阿罗汉命终后，意识心就永远消失了。如何亲睹涅槃的实际？如果没有大乘法的如来藏永存，而为涅槃实际，则阿罗汉命中就是断灭而违背佛法。所以二乘法并不是究竟的实相法。倘若实质否定了如来藏，那么所说的涅槃根本是虚幻无实，何须修学？释迦牟尼佛在演说大乘法时，曾多次开示大乘法门会在如来示现灭度500年后再度广弘于世间，预示了大乘佛法的第一次复兴时期。如来并在众会中受文殊师利大师的祈请，护念此甚深大乘法门于未来500年后广弘流布。如来示现灭度后500年间，二圣圣者人才辈出，大阿罗汉能示现神通而折伏世间，但是大乘法的实证只有少数人在弘传。等到500年过去了，大阿罗汉大都已经入灭了，二圣人的根性也变差了，即使有正果，大多数也没有神通。
又因为世间人智慧浅薄而不信受，所以外道一时兴起。当时二圣人没有大乘法的智慧，难以服众，于是文殊师利大士率领众多菩萨开始广弘大乘法。第一次佛法的复兴运动时期，有马明大师、龙树大师、提婆大师、无着大师、世亲大师、护法大士等诸位，将正法相继带领而起，出现于世间，以如来正法义理弘扬天下。所以玄奘大师遇到了护法大士阐释提婆大师的论述，才会有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触。玄奘大师西行路上遭遇许多险阻，有一次他遭遇水贼，被捆绑于祭坛上，准备作为祭品。当时的玄奘大师没有丝毫的畏惧，一心虔诚的发愿。玄奘愿得弥勒大士慈悲摄受，命终后得以往生到天上，恭敬供养弥勒大士，并受学瑜伽师地论，以成就通达的智慧。随后下生人间，广宣佛法。玄奘大师向上礼拜后，正面端坐，专心忆想弥勒大士，对于外境已无所知，恍似到了天上。见到弥勒大士坐在妙宝台上，心中无限欢喜。与此同时，人间狂风大作，水贼的船只被吹到翻覆，水贼们不禁心生恐惧，于是高声问：要被活祭的这个人到底是谁？这是中国的高僧来求取佛经，你们要是杀害了他，未来会受恶报的。看吧，现在天神已经震怒了。水贼们闻言，赶紧唤起玄奘大师出定，并且忏悔，放了玄奘大师。玄奘大师就告诉他们，杀人、强盗、杀生、祭祀等，都是造作恶业的行为，将来必受地狱无间的苦报。水贼们受到玄奘大师的感化，都信受佛法，誓愿受持五戒，重新做人。玄奘大师心心念念着想听闻修学瑜伽师地论，就算临危之际也不改其志，因此获得了弥勒大士的护念，让玄奘大师可以看见。从玄奘大师的花言可知，纵使他往生弥勒大士的处所学法以后，还是会再度出现于人间，来广弘瑜伽师地论，那就是以如来藏为核心的大乘法。像这样以末法时期弘扬如来藏妙法的勇猛志向，就是玄奘大师的真实志愿。释迦如来在过去因地还没有成佛前，有种种感人的修行事迹，后人便都起造宝塔纪念。过去的迦舍佛的宝塔也还在，这些圣迹，玄奘大师都一一前往巡礼。大乘法是如来亲口宣说，玄奘大师刚好借这个机会巡礼圣迹，来培养同行大众的善根，也借这个因缘教化大众，告诉大众说佛菩萨真实存在，威德不可思议，应该要相信如来第三转法轮的唯是妙义，是至高无上的妙理，应该要信受宇宙世间山河大地都是共业有情的如来藏所共同变现的，应该要依佛陀的教导次第修行，千万不要因为没有亲身经历佛事而对佛产生任何怀疑。对于佛经中提到有人毁谤佛法而生生堕入地狱的故事，
玄奘大师也寻访这些造恶者身亡之处，发现都有个很深的大坑穴。其中，玄奘大师也游历了无垢有论师在死后下堕地狱所留下的大坑穴。众贤论师对于释经大师驳斥了他的宗派，心怀不满，于是造论反驳，但随即生了重病。他知道这是亲近圣贤的报应，于是写信请弟子去向释经大师忏悔，但仍然年纪轻轻的就过世了。当时无垢有论师非常同情众贤论师英年早逝，因而迁怒于释经大师。又因释经大师弘扬大圣，无垢有论师就发誓要灭除大圣法。没想到发了恶愿后，不久就死了。当地还留有个大坑穴。有位阿罗汉经过当地，就说：“可惜呀，这位论师毁坏佛法，现在已经在无间地狱了。”这些坑洞是感应众生毁谤佛法的恶业而出现的。当他堕落坑穴而死去的时候，立即在地狱出生，并非坑穴通往地狱。玄奘大师利用这个因缘来教化大众，不要毁谤佛法，要知道否定如来常住、否定如来藏、否定明心见性的大圣贤圣僧，都是地狱业。印度有许多供奉佛陀诸大弟子和大菩萨的舍利宝塔，玄奘大师也都一一前往巡礼。诸佛菩萨都曾真实且活生生地出现在人间，他们将舍利子留在人间作为证明，让世人可以升起信心。佛法是诸佛究竟亲证生命实相所发起的无上智慧，人人都可以证得。因为每位众生都有独一无二的如来藏，它无始劫以来就不断地绽放光明，有慧眼者即可看见。印度留有许多佛法文化的圣迹，如佛陀上升到天上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后返回人间的圣迹。常常居住说法的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示现诞生的蓝毗尼园，示现灭度的居士那城的梭罗双树园，初转法轮教导五比丘的鹿野苑，以及示现树下成佛的菩提伽亚，玄奘大师都一一前往朝礼。诸佛示现人间，皆顺孝道。释迦牟尼佛降生为太子，在出家前先夜访父王，表明出家意愿。等到成佛后，也不忘回国对父王说法，乃至父王过世时，如来想要亲自抬棺以弘扬孝道。如来的母亲早就过世升天，但是如来还是到天界为母亲说法。当玄奘大师来到释迦如来示现成佛的菩提树下礼拜时，感怀如来恩德，不禁热泪盈眶。佛陀于公元前566年示现降生为悉达多太子，29岁出家，历经世间禅定和苦行，皆知不究竟，于是坐此树下，明心见性，成就佛道。接着说法49年，广度人天，于公元前486年示现灭度，世寿80。当玄奘大师游历到此，离那烂陀寺已不到100公里的路程了。那烂陀寺是中印度佛法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，学风鼎盛，僧众多达1万人，每天有100多座的课程提供大众修学，
更有多达900万卷的藏书。它是玄奘大师西行取经的主要目的地。当时那烂陀寺的住持是戒贤论师，他是即将在这个贤劫成佛的护法大士的弟子，由护法大士传授他瑜伽师地论的义理。玄奘大师进入印度以后，很快找到瑜伽师地论，确认真谛三藏的第9世之说是自己的创建，完全违背佛法。有玄奘大师领悟力超凡，只要给予时间阅读瑜伽师地论，即使没有戒贤论师的教导，也能恢复往世的智慧正量。入那烂陀寺以前，玄奘大师已知论中的大义，并恢复往世大部分的智慧，而且在菩提伽亚时，从玄鉴居士得到了护法菩萨对释经菩萨唯识30颂的亲笔注解，这也是护法菩萨总结第一次佛法文化复兴的巨大成果。那烂陀寺的僧人们早已风闻中国高僧玄奘大师的名声，于是就先派遣法师前往致意，然后再派出200多位僧人以及1000多位在家施主，盛大迎请玄奘大师入那烂陀寺。进入寺院后，玄奘大师以古印度拜师礼仪，以头面接足礼来礼拜戒贤论师。玄奘大师历经了重重险阻与危难，终于抵达了那烂陀寺。当戒贤论师见到从东土大唐来的玄奘大师时，为何会潸然泪下？玄奘大师与戒贤论师以及那烂陀寺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因缘呢？再会前身说百论，若灭五阴称究竟。如是涅盘有谁得？二圣菩提佛方便。水中遇险临见路，求愿舍报尽弥勒。受学于伽为妙理，大愿还来度群生。护法大士传妙义，玄奘八世诵规矩。千年菩提亦将度，自心风月谁能知？